天的夜晚 ，A 市的天空像被墨汁泼过一般，乌云翻滚，闪电劈裂长空，雨水像千万根针无情地敲打着窗户。演出结束后，后台显得异常安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雷声和舞台拆卸的碰撞声。王一博坐在化妆间的角落，手里紧握着一支笔，面前是一张泛白的信纸。他的表情很复杂，既像是在回忆，又像是在与自己斗争。窗外的狂风似乎把他封闭已久的情绪都卷了出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笔尖落下的那一刻，心跳开始加速。这不是一封随意的信，而是他压抑了多年，从未真正说出口的话。信的第一行只有短短3个字：肖战啊。简单，却承载了无数情绪。工作人员事后说，看到这一行字时，仿佛能感受到纸上的温度。那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开场，而是一种极度私密的、带着呼吸感的低语。他写下很多话，我在镜头前说不出口，在人群里找不到机会，也许写下来比面对你容易。那一刻，仿佛所有舞台上的冷静和疏离都崩塌了，只剩下一个有血有肉的王一博，一个会想念、会害怕、会心疼的人。信中提到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，灯光太亮，空气中有淡淡的化妆品味道，肖战的笑容干净到刺眼。那时候的我不敢多看你，因为怕自己露出太多。他写到一个细节，在一次彩排中，肖战递给他一瓶水，水很冰，他的手却很热。那一瞬间，他意识到某种情感已经悄然生根。信里的语气不是激烈的表白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回忆，每一个小细节都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那些被小心封存的日子。你可能永远不知道，我会提前查你第2天的行程，只是为了在走廊偶遇你。这句话让人读到时心口一紧。原来，王一博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，做了那么多没人知道的事，在微博悄悄点赞，在片场帮肖战挡风，在采访时用眼神帮他接下尖锐的问题。信纸上的字迹，有些在雨夜的潮气中模糊了，但那份情感却更加清晰。他甚至写道，我以为我已经学会隐藏，可每次你笑，我都露馅。信的最后几段提到他们经历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。外界的风暴比这场暴雨更猛烈，流言、攻击、无休止的猜测。我只能假装冷漠，因为我怕我的靠近会让你更难。这句话像是刀子，割开了他们之间沉默的真相。外界看到的疏远，并不是感情的消失，而是一次次为了彼此安全而退后的选择。这封信或许永远不会到你手里。他解释道，不是因为没有勇气，而是怕这封信成为另一个被利用的借口。他宁愿把这些话锁进抽屉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别人眼中的新闻。然而，命运偏偏爱开玩笑，一场暴风雨，一次后台的匆忙整理，让这封信落入了工作人员手中。工作人员说，那封信的信纸有着淡淡的檀木香，是王一博习惯用的那种信纸。打开时，墨迹微微晕开，像是夜色中的泪痕。我读到最后一行时，心脏狠狠一缩。那位工作人员后来在采访中回忆，那不是偶像对搭档的文字，而是一个人把自己最脆弱的部分交给另一个人。文章到这里开始抛出一个悬念，如果肖战真的看到了这封信，会怎么做？是沉默，是回应，还是笑着说傻子？王一博在信里没有答案，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他终于把那些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，哪怕没人听见，也是一种解脱。信被发现后，暴风雨停了，天空透出微光，地面上积水反射着舞台的灯光。有人说，这封信也许只是一个人的独白，也许是一个未完的故事。但无论怎样，它让人看到了一段比舞台更真实的关系，不需要标签，不需要定义，只需要存在。故事结束，但情感还在延续。也许在你的人生里，也有一封未寄出的信，也有一个你从未真正说出口的名字。王一博的这封信，不只是关于肖战，也是关于所有在沉默中爱过的人。信的中段有一句被捐了2次的如果。
墨迹有些重，像是反复思索后才落下的重量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用再顾忌别人的目光，我会亲口告诉你，这些年我都在。这句如果像是一扇半掩的门，既透出光，又透出无法跨过去的距离。读到这里的人都会忍不住想，这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关心，而是带着某种渴望的等待。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，在整理信纸时，他反复读了这句，直到脑海里浮现出两个人在后台相视一笑的画面，那种默契与克制，让人几乎窒息。外界看见的是光鲜的舞台，是他们在镜头前的配合、调侃与默契。但王一博在信里写道，台下的沉默比台上的热闹更真实。有一次大型晚会结束，后台走廊空旷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，他们并肩走着，却一句话都没说。直到分开时，肖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一瞬间，所有的疲惫和压抑似乎都被化解。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，因为我们都懂。信中的这句话是那段沉默的注解。在信的某一页，王一博写下，我有冲动想在某个夜晚敲开你的门，告诉你我不想再这样隐忍下去。这句话被画了一条直线，像是写完后又犹豫了，怕自己太直接。他承认，在每一次聚光灯熄灭后，他都想冲破所有隔阂，但理智总是把他拉回现实。他不怕自己受伤，却怕肖战因此陷入困境。那是一种比爱情更深、更沉重的牵挂，不是占有，而是保护。信里有一段是零散的记忆，雨天的片场，深夜的便利店，凌晨的机场候机室，每一个瞬间都有肖战的身影。有一次，你站在便利店的灯光下，低头选饮料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一幕我想记一辈子。这些瞬间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，却比任何情话都真切。王一博在信里说，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画面，其实早已刻进他的心里。信纸上有很多涂改痕迹，有的字被划掉，有的句子被重写。工作人员说，看得出这是经过多次斟酌的文字，不像是冲动之下的倾诉，而是压抑多年后，慎重到不敢有一丝差错的告白。有一句被删掉的是我喜欢你，那3个字被画了一个深深的叉，但墨色渗透了纸背，依旧看得清。或许王一博明白，这3个字的分量太重，不适合放在一封可能被别人看到的信里。信的最后，他写道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希望有一天，你能明白这些字背后的心意。没有落款，也没有日期，只有一个几乎看不出的笔画，那是王一博的习惯，用一个符号代替名字，像是在说，这封信只属于他们2个人的秘密。他把信折好，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，原本打算锁进化妆台的抽屉，却因为那晚的混乱，被遗落在桌上。当信被工作人员发现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传出去。那位工作人员说，我当时就觉得，这是私人到不能再私人的东西，不应该随便被世界知道。可惜，纸终究挡不住风。几天后，网上开始流传一些模糊的照片，有人说那是剧本，有人说是粉丝 YY， 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那是真实的情感痕迹。王一博没有回应，肖战也保持沉默，就像他们一贯的方式，让故事停在可以守护的地方。这封信并没有让他们的关系破裂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，让彼此更清楚对方的重要。外界的风暴依旧存在，但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保护这份联系，或许是一个眼神，一个简短的问候，甚至只是在同一个活动上的同框。王一博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你最想对某个人说什么时，沉默了3秒，然后笑着说，他懂的。观众喜欢猜，喜欢解读每一个细节，但真正的答案其实只有当事人知道。这封信是未寄出的秘密，也是暴风雨之夜留下的唯一痕迹。它没有彻底曝光，但它的存在让无数人相信，在娱乐圈的浮华背后，依旧有最真挚的情感在悄悄流淌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或许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某个人，那个你想写信却一直没寄出的人。